I murdered Jessica Ridgway。 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真实谋杀案件。一个法医专业在学校举办的犯罪调查推理竞赛中获奖的17岁变态少年，残忍地谋杀了一名10岁的小女孩，性侵后并把小女孩身体掏空制成标本。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竟然还牵扯出另一起案件，可结局却出现惊天反转，反而是凶手母亲揭露了真相。大家好，我是倩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Jessica Ridgway 于2002年1月23日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今年10岁了。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异，所以 Jessica 和她的母亲、外婆住在威斯敏斯特社区的摩尔街。她所就读的小学距离家只有约1英里左右的路程。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形容 Jessica 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和快乐的孩子，她同时也是学校初级啦啦队的队员。Jessica 的母亲 Sarah 在家附近的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工作时间会相对灵活，可以选择白班或夜班。尽管 Sarah 是单亲妈妈，但是她在教育女儿方面教育得很好。母亲表示 Jessica 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孩子，不需要大人操心，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10几岁的小大人，而不是一个孩子。时间来到2012年10月5日 Jessica 失踪这一天，早上7点45分 Jessica 的母亲下夜班回到家，此时上学的闹钟也正好响起。穿好衣服来到楼下，母亲将 Jessica 带到家门口，并将她的水壶递给她，同时提醒她不要迟到。虽然现在已经8点半了，但学校离家不远，好朋友 Jeremy 也住在附近的一个街区，他们已经约好在前面碰头一起上学。Sarah 前一晚一整晚都在工作，因此她在送走 Jessica 后立即上楼睡觉了。她的手机落在楼下，导致她没有接到学校在10点11分打来的电话。下午4点多 Sarah 一觉醒来，发现 Jessica 不在家里。美国的小学生放学比较早，往常这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到家了。Sarah 赶紧下楼，发现手机上有多个未接电话，还有一条老师的留言，询问 Jessica 在哪里，为什么还没有到学校。Jeremy 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在哪里，因为在早上时 Jessica 并没有出现，他只好独自前往学校。Sarah 赶紧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但是谁也不知道 Jessica 去了哪里。在感到恐慌和绝望之际， Sarah 毫不犹豫地报了警。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赶到了 Sarah 家，并知道了以下信息。 Jessica 是在早上8点30分离开家，穿着一件黑色蓬松夹克和蓝色牛仔裤，靴子上系着绒球，戴着紫框近视眼镜，背着一只黑色和粉红色的迪士尼背包。同时，朋友 Jeremy 在8点25分接到 Jessica 的出发信息后，却一直没有等到她出现。8点40分，眼看就要迟到了，朋友才匆忙赶往学校。这意味着 Jessica 的失踪时间应该是在8点30分到8点40分之间，范围在与朋友会合前的3个街区内。虽然 Sarah 坚称自己女儿很乖，不可能离家出走。Jessica 失踪后，警方进行了全面搜索，但是没有任何进展。因此，警方开始怀疑 Jessica 可能是被绑架了。最初，警方怀疑是孩子的父亲绑架了她。为什么这么说呢？恰巧父母2人最近因为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关系变得很紧张。但警方调查了父亲的记录，发现他现在居住在密苏里州，这天整天都在工作，无法参与到 Jessica 的失踪事件。晚上9点，距离 Jessica 最后一次露面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警局发出了关于她失踪的橙色警报，他们有理由怀疑 Jessica 被绑架了。50名警察和至少500名当地社区志愿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搜寻行动。警察们挨家挨户询问当天早上是否有人看到任何可疑的人或车辆。志愿者则在田野和公园搜寻，他们使用热成像和搜查犬试图找到 Jessica 的踪迹，甚至还派出直升机调查周边地区，潜水员搜索附近的水域。 Jessica 的失踪让整个社区都非常担心，大家纷纷加入搜寻行动，希望能找到 Jessica 并带她回家。
每个人都在默默祈祷，希望他能平安无事。48小时已经过去了，搜救工作依旧没有进展。直到10月7日，在离 Jessica 家和学校相反的方向约6英里半的地方，苏比利尔罗克克里克社区的一位居民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招物启事。他在前一天晚上看到一个大纸袋放在家附近路边人行道上，第二天早上发现纸袋还在那里，于是决定打开看看。里面是一个粉色背包，背包上有一个钥匙扣。打开背包后，里面的水壶上写着 Jessica Ridgway 的名字。这位居民不认识附近有人叫这个名字，于是在网上发布了消息。没过多久，有人留言说这是威斯敏斯特失踪女孩的名字。居民报警后，警察蜂拥而至。这个袋子就这样被放在路边，十分显眼，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它。到底是谁放在这儿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与失踪地相反的方向？袋子突然出现，这绝不是偶然。大家别急，听我慢慢说。经过询问附近的居民才得知，这个袋子是在10月6日晚上7点到10点之间留在人行道上的。这个时间点大约是 Jessica 失踪的第34小时。Jessica 的靴子和近视眼镜也在书包里。警方更加确定小女孩被绑架了，因为如果她是离家出走，没有鞋子显然不可能，而且她高度近视，根本离不开眼镜。袋子被送到调查实验室进行分析，背包上有 Jessica 的 DNA， 但同时也发现了第二个 DNA。 在 DNA 记录库里找到了一个未知的匹配项，这是一个未抓到嫌疑人的案件记录。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在同一年的5月28日下午1点钟左右，一名22岁的女性在水库周围的小径上慢跑时，遭到了一名歹徒袭击。袭击者从后面抓住她，用一块浸有不明物质的抹布捂住她的嘴，试图将她拖到附近的灌木丛里侵犯她。幸运的是，这名女性奋力反抗，侵犯者并没有得逞。在她呼救时，对方逃离了现场。这名女性报了警，但并没有看清袭击者的容貌。他只描述了袭击者是一名20至25岁，身高1.74米左右，中等身材，深色头发的白人男性。他把自己被袭击时的衣服交给了警方，因此有了可用于 DNA 搜寻的证据。当时警方大量排查走访，但是没有任何可疑线索，这个案件就被搁置了。通过这2起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来，嫌疑人极有可能是威斯敏斯特社区的居民。时隔4个月再次犯案，而且极有可能还有其他案件。根据这条线索，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首先，他们对当地所有的性犯罪者进行了排查，并发现有2个性犯罪者住在 Jessica 隔壁的2户。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了搜查令，对这2个人的住所和车辆进行了仔细的搜查。然而，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这2个人与 Jessica 的失踪有关。除此之外，还有人传闻在缅因州看到一辆挂着科罗拉多州车牌的旅行车，警方对这辆车进行了追踪，但最终没有找到任何与 Jessica 失踪相关的线索。时间来到10月10日，也就是在失踪的第5天，有2名工人正在帕特里奇空地内收集垃圾，这个地方大约在威斯敏斯特以西10英里的地方。他们发现前面有一个黑色大垃圾袋，当他们试图捡起袋子时，发现它非常重。打开发现里面是另一个黑色垃圾袋，用刀切开袋子时吓得摔倒在地，里面是一具尸体。警方立即赶到现场，并根据现场勘查确认尸体是一名小女孩的躯体，她的手臂和头部已经不见了，大多数器官也消失了，并且看起来像已经被清洗过几次。尸体被送往医疗机构确认时，法医在下体内发现了一个1英寸乘1英寸半的木质十字架，十字架上刻着3个小凹口。此时警方其实也用尽了办法，该走访的调查就不用说了，但案件一直毫无进展，警方的压力可想而知。于是只能公布案情，让民众提供更多的线索。警方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确认了 Jessica 已经遇害，并公布了十字架的照片和尸体的描述。这么离奇的案件，媒体自然争先抢后的去报道。这个案件细节在威斯敏斯特是无人不知。在媒体报道后，果然案件迎来了转机。10月19日，一位女士表示自己认识这个十字架，是自己邻居 Austin Siegel 的。
之前也看他佩戴过，这和电视上看起来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是法医专业，对死亡解剖很感兴趣，经常发表关于这一类奇怪的言论。警方来到奥斯汀家，当天奥斯汀在上学，并没有在家里。母亲了解警方的来意后，立即表示儿子不可能是凶手。当警方提出能否采集奥斯汀的 DNA 时，母亲为了自证清白，同意了警方带走一些样本。当天奥斯汀回家后，母亲告诉他今天发生的事。奥斯汀听完，整个人都懵了，一言不发回了房间。他感觉自己快瞒不住了，晚上一直没睡觉，在做思想斗争，直到第二天，内心终于崩溃。在母亲下班回家时，奥斯汀告诉母亲，他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他向母亲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绑架了 Jessica Ridgway， 在家中谋杀了她。在他讲述完经过后，母亲拨打了报警电话。下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段电话录音。 Hi, this is Molly at Westminster Police. Can I help you? Hi, I need you to come to my house. My son wants to turn himself in for the Jessica Ridgway murder. Okay, what's the address? 10622 West 102nd Avenue. And what's going on there? Ma'am, Not hear me? He just confessed to killing her. I know. I want you to tell me what's going on.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he said? But he did it, and he gave me details, and her remains are in my house. Did you see them? No. Is he there with you? Yes. Is he cooperative? Yes. How old is your son? 17. What is your son's name? Austin Sig. Okay. Do you think that he's going to be cooperative with the officers? Absolutely. Okay. Do you think that Austin would talk to me? Will you talk to him? Yeah, hold on. Okay. Hello? Is this Austin? Yes, it is.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 or how you're feeling, or how did this come about? I don't exactly get why you're asking these questions. I murdered Jessica Ridgway. Okay. I have proof that I did it. There is no other question. You just have to send a squad car, something down here, and Right. I will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that you want to ask, Okay. or anyone wants to ask of me as soon as you gotta get down here. Can you tell me what part of the house that her remains are in? Underneath the house in a crawl space. Okay. Did you know Jessica before this? No, I did not. I mean, do you have a criminal history of any sort? The only other thing that I have done that before this was the Kettner Lake incident where the woman got attacked. That was me as well. 那么谁是奥斯汀 Segal 呢？奥斯汀 Segal 出生于1995年1月17日，案发时只有17岁。奥斯汀的父亲曾多次因银行欺诈、家庭暴力和袭击等罪名被捕入狱。父母在他11岁的时候离异，他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奥斯汀从小就表现得与众不同。在他12岁的时候，母亲发现他在看色情内容，其中包括暴力、儿童性虐待视频。母亲将他带到一位基督教治疗师那里，但治疗并没有帮助他戒掉这些行为，反而让他更加着迷。他开始寻找更多的视频，并逐渐形成了习惯。由于缺乏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奥斯汀在高中时辍学。但由于对死亡和尸体的着迷，他进入了社区大学，学习成为一名法医。凭着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他还在犯罪现场调查类别的学生竞赛中获得了第2名。案发前几天，奥斯汀的母亲还在和别人谈论奥斯汀在练习如何用绑带将手脚绑在一起。当警察到达现场时，奥斯汀交代他用一辆吉普车绑架了 Jessica， 尸体就在家中一个狭窄通道里。警方在通道处发现了多个黑色垃圾袋，里面装着 Jessica 的头、胳膊和腿。在吉普车里有好几根断裂的黑色绑带。在奥斯汀居住的地下室中，环境十分混乱，到处都是生活垃圾，
衣服随意乱扔，甚至还有一把武士刀悬挂在他床上方。奥斯汀被捕后并没有反抗，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在审讯室中，他向警方描述了绑架、杀害以及处理 Jessica 尸体的过程。他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病态幻想。如果不是当时那个慢跑者挣脱了，实际上他是计划杀死慢跑者的。他说自己并不认识 Jessica， 只是凭直觉随机找了一个易于控制的对象。他看到 Jessica 走在路上，就下定决心要绑架并杀害她。当时他偷偷躲在吉普车后座，在 Jessica 经过车门时把她拉上车，并把 Jessica 的手脚绑在一起，然后把她带回家，关在一个房间里。谋杀的细节我实在难以描述，这样的罪恶行径对一个10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简单总结说，就是 Jessica 是被勒死，并且遭受了性侵犯。奥斯汀在浴缸里将她分尸，然后把她的一些器官保存在贴有标签的罐子里作为标本，其他被他冲进了马桶里。至于他把 Jessica 的背包丢在路边，是为了试图转移警方的搜索范围。当知道警方使用搜索犬和热成像搜索时，他觉得得将自己家里的尸体转移走。不愧是在犯罪现场调查竞赛中获奖的人。他还告诉警方，在杀害 Jessica 之后，他没有感到任何喜悦，只是在分解尸体时感到了一种奇怪的兴奋和满足感。奥斯汀被捕后，他的同学们感到难以置信，因为他平时看起来像个好人。据他们描述，他喜欢音乐、网络游戏，也经常和家人还有女友一起度过时光。他的一位同学说，我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就像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犯下这样的罪行。虽然奥斯汀当时还是一个未成年，但这件案件太过残忍。警方在抓捕后就立即公布了他的姓名和照片，他将作为成年人被起诉。在法庭上，他因杀害 Jessica Ridgway 对儿童进行性侵犯和企图绑架并谋杀一名慢跑女性等15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奥斯汀是自愿投案的，并且还是未成年人，但法院的判决却如此严厉呢？大家可以再次回想一下，奥斯汀是在认为警方掌握足够的证据后，意识到自己迟早会被揭穿，才被迫向他的母亲交代真相的。法庭认为他的罪行太过残忍，做出这样的行为可不是一句病态的幻想就能概括的。他不仅仅是提前计划了对女性慢跑者的随意攻击，并且如果不是对方挣脱，原本是想杀害他。同样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曾在谋杀之前多次练习绑架和谋杀技巧。奥斯汀在庭审中承认了罪行，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当父母发现自己孩子在心理上出现问题时，应该及时的送到正规的心理机构进行矫正和引导，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变成怪物。父母是孩子生命的领路人。突然想到一句话，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倩倩。如果您有任何想法或问题，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时，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以便了解更多引人入胜的真实案件。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